2025年，这个在时间长河中平凡又特殊的年份，其清明节有着别样的意义。这一年的清明节不仅是传统的追思先人、缅怀逝者的重要节日，更是因农历闰6月、双春年等特殊历法现象，被民间视为百年难遇的晚清明。清明节落在公历4月4日，对应农历3月初七。古人有云：2月清明一片青，3月清明草不生。此时气温回暖较晚，田间草木尚未繁茂，扫墓时更添几分肃穆之感。而在这特殊的清明节点，生肖属牛的人运势与清明节的关联显得尤为引人关注。属牛的人在12生肖中以踏实、勤奋、坚韧的形象示人。2025年他们的运势走向如何？在这特别的清明节里，扫墓又有哪些讲究与禁忌，会对他们一整年的运势产生影响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从清明节习俗、属牛人运势、风水运势、五行命理等多方面进行深入剖析，一同探寻其中的奥秘。2025年的清明节在历法上有着诸多独特之处，使其与寻常年份的清明大不相同。这一年是乙巳蛇年，天干已在传统文化中有清的意象，与地支巳组合，形成了特殊的青蛇清明这种天干地支与清明的组合。上一次出现还是在1965年，时隔60年，极为罕见，仿佛是时间长河中偶尔奏响的独特乐章，蕴含着特殊的寓意。从时间上看，2025年清明交节时间为4月4日20时49分，较往年推迟近3个小时，成为近20年来最晚的清明节。而且清明交节在农历3月，相较于农历2月要晚一些。民间素有晚清明、雨雪贫、到春寒要留心的说法。晚清明使得气温回暖相对滞后，万物复苏的节奏也稍缓。扫墓时，周边的草木或许还未全然展现出盎然的生机，少了些春日的蓬勃，多了几分肃穆与清冷之感。在这样的时节，天地间的气场似乎也与往常不同，仿佛有一种别样的静谧与深沉，让人在缅怀先人的同时，更能感受到生命的厚重与无常。再者，2025年还是双春闰月的年份，这一年的立春分别落在农历正月初6 2025年2月3日和腊月17 2026年2月3日，形成两头春的现象。又因农历6月后缺少中气处暑，故增设闰6月，全年共13个月，形成了双春闰6月，全年384天的情形。在传统观念中，双春象征着好事成双，有着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寓意。闰月则被视为一种自然的调节，代表着阴阳调和、平衡有序。然而，也正因这种特殊的年份组合，气场变化频繁，在一些传统认知里，被认为需谨慎应对。人们总觉得这样特殊的年份会对运势产生一些微妙的影响。这些独特的历法现象相互交织，为2025年的清明节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民俗意义。它们不仅是时间的标记，更承载着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和对生活的美好期许，也为我们探讨属牛人在这一年清明节的运势奠定了特殊的背景。在清明节的众多习俗中，祭祖扫墓无疑是最为核心的环节。这一传统承载着后人对先人的缅怀与敬意，更在风水与运势的层面有着诸多讲究。从时间的选择来看，上午9点至12点被认为是最佳的祭祖时段。在传统的阴阳观念里，上午阳气逐渐旺盛，此时进行祭祀活动，能够更好的与祖先的灵魂相通，也更符合天地间的气场变化规律。就像古人所说，阳气盛则诸事顺遂。在阳气充足的时段祭祖，被视为能够获得祖先庇佑，
为家族和个人带来好运与福气的象征。若是在这个时间段之后去扫墓，随着阴气渐盛，可能会影响祭祀的效果，甚至被认为会招来一些不好的气场，对运势产生不利影响。在着装方面，人们通常会选择素色或深色的衣物，如黑色、灰色、深蓝色等，这些颜色在传统文化中代表着庄重、肃穆，与清明节祭祀的氛围相契合。身着素色衣物前往墓地，是对先人的一种尊重，同时也能避免因穿着过于鲜艳而冲撞了墓地的气场。例如，红色在中国文化中多与喜庆相关，若在祭祖时穿着红色衣物，被认为是对祖先的不敬重，可能会扰乱祖先的安宁，进而影响家族的运势，仿佛是在庄重的祭祀场合中奏响了不和谐的音符。仪式流程同样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风水寓意。当人们来到墓地，首先要清扫墓地周边的杂草和杂物，这不仅是为了让墓地保持整洁，更有着清除晦气、迎接福气的象征意义。就如同清理家中的卫生能让居住环境更加舒适一样，清扫墓地也被视为清理家族运势中的障碍，为好运的到来开辟道路。接着，摆放祭品也是十分关键的一步，人们会献上鲜花、水果、糕点等物品，这些祭品代表着后人对先人的思念和供养，在摆放时要遵循一定的顺序和位置，不可随意乱放。每一种祭品的摆放都像是在向祖先诉说着一份心意，摆放得当则能传达出诚挚的敬意，反之则可能被认为是对祖先的不敬。然后是焚香烧纸，袅袅升起的香烟被认为是连接阴阳两界的纽带，将后人的思念和祈愿传递给祖先，而烧纸则象征着给祖先送去在另一个世界所需的钱财和物资，让他们在那边生活无忧。最后行叩拜之礼，这是表达对祖先敬重的最直接方式。每一次的叩拜都饱含着后人对祖先的感恩与怀念之情，希望通过这种虔诚的举动获得祖先的庇佑和福泽。在清明节的祭扫过程中，有着一些特殊的禁忌，这些禁忌从风水角度来看，与个人和家族的运势紧密相连。保持墓地的庄重肃穆是首要的要求，墓地是先人的安息之所，任何喧闹、嬉戏的行为都被视为对先人的大不敬。在墓地大声喧哗，会打破这里原本的宁静，惊扰到祖先的灵魂。从风水的角度来说，这种行为会破坏墓地周围的气场平衡，导致阴气躁动，可能引发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让家族成员之间产生矛盾、不和睦，甚至影响个人的事业和财运。就如同在宁静的寺庙中大声喧哗会破坏寺庙的祥和氛围一样，在墓地也应保持安静，以表达对先人的尊重和敬畏。严禁在墓地拍照，这一禁忌也有着深刻的缘由。在风水观念里，墓地是阴气汇聚的地方，拍照可能会将这些阴气摄入镜头，进而影响到拍照者的气场和运势。而且墓地是逝者安息的地方，拍照被认为是对逝者的不尊重，可能会引起逝者的不满，带来一些不好的运气。曾经就有这样的传闻，有人在墓地拍照后回家便诸事不顺，身体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虽然这些故事可能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也反映出人们对这一禁忌的重视。还有，避免携带空心食物前往墓地也是一个常见的禁忌。像空心菜、莲藕等空心食物，在传统认知中被认为有着不吉利的寓意，因为空心食物中间是空的，象征着没有根基、不踏实。而祭祀祖先本是一件庄重、有根基的事情，携带空心食物会被视为对祖先的不尊重，可能会影响家族运势的根基。这种说法虽然没有科学依据，但在民间文化中，人们往往会遵循这些传统，以求得内心的安宁和家族的顺遂。
除了祭祖扫墓、清明节的踏青、放风筝、荡秋千等民俗活动，同样对个人的运势有着积极的影响。踏青，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里，人们走出家门，亲近大自然，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感受着春天的生机与活力。从风水和运势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顺应自然的行为。春天是大自然阳气生发的时期，此时外出踏青，能够让人体充分吸收自然界的阳气，调节自身的气场，就如同植物在春天吸收阳光雨露，茁壮成长一样。人在踏青过程中，也能借助大自然的力量，让自己的身心得到滋养，运势也随之提升。漫步在青山绿水之间，欣赏着盛开的花朵，聆听着鸟儿的歌唱，身心的愉悦会带来积极的能量。这种能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让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加充满活力。遇到问题时，也能保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放风筝也是清明节的一项传统活动，它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有着特殊的寓意。在古代，人们认为放风筝可以放走自己身上的晦气和霉运。当风筝在天空中高高飞起，剪断风筝线，看着它随风飘逝，就仿佛将自己所有的烦恼和不顺都一并带走，为好运腾出空间。这种行为类似于一种心理上的暗示，通过将负面的情绪和运势放飞，让自己的内心得到解脱，从而以更加轻松的心态迎接新的生活。从风水的角度来讲，放风筝的过程也是一种与天地自然沟通的方式，借助风力和风筝的上升之力，调整自身的气场，使其更加顺畅。荡秋千则被认为能带来好运相伴。在荡秋千时，人们口中念念有词，霉运去，好运来。这种简单的话语中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祈愿。当身体随着秋千的摆动而起伏，仿佛也在荡涤着内心的阴霾，让心灵变得更加纯净。从运动的角度来看，荡秋千能够锻炼身体的协调性和平衡感，同时也能释放压力，让人心情愉悦。这种积极的情绪和健康的身体状态，无疑会对个人的运势产生正面的影响，让人们在生活中更加自信，从容地面对各种挑战，吸引更多的好运和福气。2025年，属牛人的事业运势机遇与挑战并存。属牛人向来以踏实努力的形象示人，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使他们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内，往往能够凭借丰富的阅历解决不少棘手的问题。在传统的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中，他们的踏实肯干备受同事认可，在团队合作中如同稳定军心的定海神针，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和年轻一代人才的涌入，属牛人也面临着不小的竞争压力。在新兴科技企业中，创新的思维模式至关重要，而属牛人相对保守的工作观念可能需要做出调整，否则容易错过一些晋升机会。比如在一些需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工作中，若不能及时学习掌握，就可能在工作中处于劣势。而且，属牛人有时候过于坚持己见，在与同事合作时，可能会因沟通不畅，引发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和冲突。在项目讨论中，属牛人可能会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方案，不愿意倾听他人的建议。这不仅会影响团队氛围，还可能阻碍项目的顺利推进。但值得庆幸的是，2025年属牛人在事业上将迎来三合和正印吉星，这意味着他们在求职、考学以及职位晋升等方面将得到长辈和上司的鼎力相助与悉心指导，尤其是在艺术创作、广告、绘画、编辑等领域。受华盖吉星庇佑，属牛人的个人才华将大放异彩，有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从而赢得客户赞誉，成就斐然。在财运方面，2025年属牛人正财稳定，偏财也有一定的机会，
但需要谨慎对待。正财上，由于属牛人工作认真负责，很少会出大的差错，这为他们的收入提供了保障。在一些稳定的工作岗位上，如银行、国企等，属牛人每个月的工资和奖金都会按时发放，且可能因工作业绩稳定而获得一定幅度的加薪。但属牛人若想要获取更多的正财收入，就需要挖掘自身的潜力，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新技能，考取职业资格证书，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是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径。偏财方面，属牛人在2025年有机会增加收入，但风险与机遇并存，他们性格稳健，在投资上倾向于选择低风险的理财产品，如银行定期存款等，这能保证资金的基本安全。过于保守的投资策略可能会让他们错过一些高回报的投资项目。在股票市场的某些新兴板块中，如果能够把握机会，可能会获得可观的收益。但属牛人在面对高风险投资时，切不可盲目跟风，听闻朋友说某个投资项目好，就冲动参与，而缺乏对项目全面的调查研究，很容易遭受损失。在2025年，属牛人在投资理财时，应做好风险评估，多参考专业人士的意见，合理规划资金比例。2025年，属牛人的情感运势需要用心经营。对于单身的属牛人来说，这一年有一定的桃花运。在社交场合中，他们踏实稳重的性格，容易吸引到志同道合的人，朋友组织的聚会、工作相关的社交活动，甚至网络社交平台，都可能成为他们邂逅爱情的地方。但属牛人有时比较害羞或慢热，如果不及时把握机会，很容易让爱情擦肩而过。在网络聊天中聊得很开心，却在要发展到线下见面或进一步发展关系时犹豫不前，就可能导致对方渐渐疏远。恋爱中的属牛人，2025年是巩固感情关系的好时机，他们的忠诚和耐心能让彼此的相处更加融洽。面对小矛盾和分歧时，属牛人的耐心使他们能够冷静地解决问题，避免矛盾升级。在理财观念或生活习惯上有分歧时，坐下来慢慢沟通，能增进彼此的理解。这一年，他们还可以共同制定计划，学习新语言，培养新爱好等，增加彼此之间的交集，提升默契度。已婚的属牛人虽然整体感情平稳，但也可能面临一些挑战。随着生活琐事增多，在家庭经济管理、照顾子女等问题上，夫妻双方可能会出现沟通不畅的情况。在孩子的教育问题、家庭财务规划上，容易产生矛盾。外部环境的影响，如工作压力，也可能让属牛人在家庭中变得疲惫和沉默。属牛人凭借自身的责任心，会努力调整自己的态度，积极主动地与对方沟通，合理安排工作和家庭时间，找回婚姻中的温馨和甜蜜。健康方面，2025年，属牛人需要重视自身的身体状况。属牛人大多性格坚韧，有时候会忽视身体发出的疲劳信号。长期的伏案工作、过度劳累，容易导致身体疲劳不断累积，引发颈椎病、慢性腰背疼痛等问题。医学研究显示，长时间的不良姿势对身体的伤害是累积性的，而长期的体力透支也是导致这些病症的重要因素之一。属牛人的饮食习惯也需要注意改善，他们可能偏向于吃一些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这在2025年需要调整。过度摄入油腻食物可能会引起血脂短暂升高，对身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保持良好的作息规律对于属牛人来说至关重要，长期晚睡会影响身体的生物钟，降低免疫力。规律的作息能让身体的各项机能更好地进行自我修复。适当进行运动也是维持身体健康的关键。属牛人可以尝试多样化的运动，有氧运动如慢跑能提高心肺功能，使血液循环更顺畅，增强身体耐力。力量训练则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
预防骨质疏松。面对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属牛人还需注意心理健康，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参加放松身心的活动，如瑜伽、冥想等，有助于缓解压力，保持心理健康。在传统的五行命理学说中，不同年份出生的属牛人，因其五行属性的不同，在性格特点和运势倾向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个人的性格特征上，更在事业、财运、感情等多个方面，对属牛人的人生轨迹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木牛，1925-1985年出生。木牛之人仿佛被赋予了森林中树木般的特质，生性好动，充满活力。他们有着一颗见义勇为的心，面对不公之事，总是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像一位勇敢的侠客，为正义而战。这种侠义精神让他们在朋友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他们对朋友真诚无私，一旦认定是自己的朋友，就会全心全意地去照顾和帮助对方，哪怕自己会因此付出代价。木牛之人性格过于刚强、直率，说话做事常常直来直去，不懂得委婉和变通，这使得他们在人际交往中有时会因为言辞过于激烈而得罪人，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就像一把锋利的宝剑，虽然锐利无比，但也容易伤人。在事业方面，木牛之人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他们稳重的举止和深邃的思想，使他们非常适合担任大型企业家的幕僚。在幕后，他们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洞察力，为企业的发展出谋划策，提供宝贵的建议。他们的工薪收入相对较高，财运也较为平稳，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如果命中缺乏吉星相助，他们在做事时往往会事倍功半，难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投资证券类高风险的理财项目时，他们容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导致财富的流失。在感情生活中，木牛之人与爱人之间要特别注意，避免因日常小事而发生争执。他们的固执和强硬可能会在一些小事上与爱人产生分歧，如果不能及时沟通和妥协，就会影响彼此之间的感情。已婚的木牛之人也要注意在子女教育等问题上与配偶保持良好的沟通，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火牛，1937-1997年出生。火牛之人如同燃烧的火焰，充满了激情和活力，但也有着火焰般的不稳定和冲动。他们聪明伶俐，反应敏捷，在面对问题时能够迅速做出判断和决策。火牛之人权力欲望较大，荣誉心重，自尊心极强。这种强烈的自尊心使他们在面对挑战时总是勇往直前，不肯轻易低头。他们缺乏耐性，遇事容易冲动，常常在没有充分思考的情况下就采取行动，这使得他们在事业和生活中容易因为冲动而犯错。在事业选择上，如果火牛之人选择了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极小。他们的冲动和缺乏耐心会让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难以坚持下去，从而导致事业的失败。也有一些火牛之人凭借着自己多方面的才能和诚实正直的品质，赢得了众多朋友和拥护者的支持，有机会成为合格的领导者。在商业活动中，火牛之人荣誉心和自尊心过强，喜欢打肿脸充胖子。为了显示自己的实力，他们会装修豪华的办公室，租赁高档轿车，参加商务谈判，还喜欢随口承诺。时间久了，商业伙伴就会对他们失去信任，利润也会因成本加大而下滑。若命中没有吉祥财星相助，火牛之人可能会一生奔走劳碌，难以过上安逸的生活。在感情方面，火牛之人对爱情的要求较高，他们渴望找到一个能够与自己心灵相通、相互理解的伴侣。他们情绪变化无常，爱情往往来得快也去得快。他们心直口快的性格使他们更适合与性格活泼开朗的异性交往。
在婚姻家庭中，火牛之人要学会忍耐，控制自己的情绪，否则容易导致家庭关系的不稳定。土牛1949 2009年出生，土牛之人就像大地一样稳重踏实，给人一种可靠的感觉。他们为人聪明，精于打算，做事果断，敢作敢为，从不做让自己吃亏的事。他们胆量大，自信心特别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惜孤注一掷。这种果断和自信，使他们在面对机会时，能够迅速做出决策，抓住机遇。土牛之人爱面子，喜欢在众人中充当老大，不容易佩服别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他们的人际关系。土牛之人是非常稳重的务实派，特别适合在商业界打拼。他们注重实际，不喜欢冒险和投机，总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在与伙伴合作时，他们非常注重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这种公平公正的态度使他们能够赢得合作伙伴的信任和支持，从而在商业活动中取得一定的成就。他们懂得饮水思源，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会从物质和精神上进行双重回报。这种感恩的心态也为他们开辟了新的财源。虽然命中有吉祥财星相助，但土牛之人仍需一生辛勤劳作，才能使财运恒延。在感情生活中，土牛之人对家庭非常负责，他们忠诚专一，努力为家人创造一个稳定、幸福的生活环境。他们在感情方面可能会有些花心，容易喜新厌旧，需要注意克制自己的欲望，珍惜眼前人，避免因感情问题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必要的伤害。金牛1901 1961年出生，金牛之人犹如闪耀的金子，散发着独特的光芒。他们性格好动，生活总是忙碌而充实，仿佛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这种忙碌的生活让他们的人生充满了活力和挑战。金牛之人的人缘一般都很好，他们真诚热情的性格使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很受欢迎，得到大家的好评。他们主导的命运线是早年荣禄，中年平稳，晚年享福。早年的努力和奋斗为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财富，使他们在中年时期能够过上平稳的生活，到了晚年则可以安享幸福的时光。金牛之人自我主观意识强烈，对于自己认定的事情很少与人妥协，有时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会不择手段，不惜任何代价。这种过于自我和固执的性格使得他们的财运变化莫测，时有时无。他们不惜任何代价获得的金钱，有时会因为过于我行我素而被浪费掉，就像把金子扔进了无底洞。金牛之人大多相信命运的安排，如果命中有财星相助，他们就能文武显达，巧获贵人扶植，财运亨通。若命中无财星相助，他们则只能靠工薪养家糊口。在感情方面，金牛之人在与异性接触时要特别小心，男性不可交有夫之妇，女性不可交有妇之夫，以免陷入感情的纠葛，成为第三者已婚的金牛男女。要更加小心地处理感情问题，保持对伴侣的忠诚，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稳定。水牛1913 1973年出生，水牛之人恰似平静而深沉的湖水，外表看似波澜不惊，内心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他们非常勤奋，做事脚踏实地，不畏艰辛，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坚持不懈的努力。对朋友和家人十分忠诚可靠，具有很强的责任心，是大家眼中值得信赖的人。他们能够承受较大的压力，具有较强的忍耐力，在面对困境时总能保持冷静，努力克服困难。水牛之人有时过于固执，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做事比较死板，缺乏灵活性，这使得他们在面对一些变化和挑战时容易错过机会。他们不太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容易压抑自己的感情，在感情方面也比较迟钝，缺乏浪漫情怀。在事业上，
水牛之人适合从事农业、建筑工程等需要耐力和体力的职业，他们的勤奋和踏实，使他们在这些领域能够稳步发展，取得不错的成绩。他们贵人运较好，容易得到上司和同事的帮助，这也为他们的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财运方面，水牛之人是现实主义者，韧性强，重实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善于捕捉商机。他们重视社会和个人财富，平时会加强维护与他人的关系。当赚钱的时机来临时，能够巧妙地整合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凭着自己的耐力和果断力，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若命中无财运吉星相助，他们做人做事会畏首畏尾，难以在财富上显达。在感情方面，水牛之人重视家庭，异性缘较好，但由于他们的迟钝和不善于表达，容易错过良缘。他们适合与属蛇、属鼠、属鸡的人结缘，婚后生活通常会比较美满。对于属牛人来说，2025年清明节扫墓时间的选择尤为关键。按照传统习俗，最好避开下午未时13点、15点之后去扫墓，未时过后阴气渐盛。而属牛人在五行命理中本就土气较重，与阴气相遇，可能会导致气场紊乱，影响运势，就像在黑暗中行走，容易迷失方向一样。此时去扫墓，属牛人的运势可能会陷入迷茫和混乱之中。选择在上午阳气充足的时段前往墓地，能够借助阳气的力量，让祭祀活动更加顺利，也能更好的与祖先的灵魂相通，获得祖先的庇佑。在扫墓方式上，属牛人一定要严格遵循传统，到达墓地后要认真清理墓地周边的杂草和杂物，这不仅仅是为了让墓地看起来整洁，更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从风水角度来说，清理杂草就像是扫除生活中的阻碍和晦气，为好运的到来开辟道路。每一根被清理掉的杂草，都像是在消除生活中的一个隐患，让属牛人的运势更加顺畅。接着，添土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添土寓意着给祖先的安息之所增添生机和活力，同时也象征着家族的传承和延续。新添的土就像是给家族的根基注入了新的力量，让家族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更加稳固的发展。摆放祭品时，要按照传统的礼仪和顺序进行，不可随意为之。鲜花、水果、糕点等祭品都代表着后人对先人的思念和敬意，摆放的整齐有序，才能更好的传达这份心意。就像精心准备的礼物，只有用心摆放，才能让收礼的人感受到真诚和尊重。在清明节扫墓过程中，属牛人有诸多禁忌行为需要格外注意，稍有不慎，就可能对一整年的运势产生不良影响。首先，忌带不吉利贡品，像梨这种谐音梨的水果，在传统观念里被认为寓意不好，容易给家庭带来分离、离散的厄运。若属牛人带着梨去祭祀祖先，可能会让祖先的在天之灵感到不悦，从而影响家族的和谐与团结。从运势的角度来看，这可能会导致属牛人在人际关系上出现问题，与家人、朋友之间产生矛盾和隔阂。其次，祭纸钱没烧干净。烧纸钱是祭祀祖先的重要环节，象征着给祖先送去在另一个世界所需的钱财。如果纸钱没有烧干净，就意味着祖先可能无法收到这些钱财，这在传统观念中是对祖先的不尊重。从运势方面考虑，这可能会导致属牛人的财运受阻，在工作中可能会出现收入减少、奖金被扣除等情况，生活中也可能会遭遇一些意外的财务支出。再者，祭踩踏纸灰被视为祖先的财物，踩踏纸灰就如同践踏祖先的财产，是大不敬的行为。这种行为可能会触怒祖先，让祖先收回对属牛人的庇佑，从而使属牛人在生活中遭遇各种不顺，如事业上的挫折、健康上的问题等。还有，
祭上坟后回头看，在传统认知里，上坟后回头看会带走阴气，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好的运气。这就像是在黑暗中行走，回头看会让黑暗中的阴影跟随自己一样。属牛人上坟后回头看，可能会让一些负面的气场影响到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导致运势下降。最后，祭上坟后去别人家串门，上坟后身上可能会沾染一些墓地的阴气，此时去别人家串门，会将这些阴气带到别人家，影响别人家的风水和运势。这不仅会引起别人的不满，也可能会让属牛人自己的运势受到牵连，在人际关系上陷入尴尬的境地。在2025年清明节这个特殊的节点，属牛人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转运，为自己一整年的运势增添助力。佩戴佛像、护身符是常见的转运方式，属牛人可以选择与自己生肖相合的佛像或护身符，如虚空藏菩萨，这是属牛人的本命佛，被认为具有强大的守护力量。长期佩戴虚空藏菩萨的佛像或护身符，能够帮助属牛人平衡内心，远离杂念，增强自身的气场，抵御外界的负面能量，从而在事业、财运、感情等方面获得更好的运势。就像在黑暗中点亮一盏明灯，佛像和护身符能够为属牛人指引方向，照亮前行的道路。在家中摆放玉器也是不错的选择。玉器在传统文化中具有辟邪、保平安的作用，还能调节家中的气场。属牛人可以在客厅的财位摆放一块精美的玉如意，玉如意象征着万事如意，能够汇聚财气，提升家庭的财运。将玉器放置在卧室中，也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让属牛人在休息时能够得到更好的放松，恢复精力，从而以更好的状态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挑战。合理布置家居风水也能对属牛人的运势产生积极影响。客厅作为家庭活动的中心，其风水布局至关重要。属牛人可以在客厅的东南方摆放一些绿植，如富贵竹。东南方在风水上代表着财运，富贵竹的蓬勃生机能够带动财运的上升。卧室是休息的地方，属牛人可以选择在床头摆放一对铜鸡，鸡在生肖中与牛相合，铜鸡能够激发属牛人的思维活力，提升文昌运，对事业和学业都有帮助。家中的厕所是晦气聚集的地方，属牛人要保持厕所的清洁和通风，避免晦气影响整个家居的气场。可以在厕所中放置一些绿植，如绿萝。绿萝能够吸收晦气，净化空气，改善厕所的风水。阳台是家中与外界气场交流的重要场所，属牛人可以在阳台摆放一些风水摆件，如八卦镜。八卦镜能够反射外界的不良气场，保护家中的气场稳定。2025年清明节，这一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与民俗传统的特殊时刻，对于属牛人而言，有着诸多需要留意之处。从清明节的传统习俗来看，无论是祭祖扫墓时的时间选择、着装要求，还是仪式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蕴含着丰富的风水与运势讲究。这些习俗不仅是对先人的缅怀，更是对家族运势的一种守护。而属牛人在2025年的整体运势，在事业、财运、情感和健康等方面都有着各自的特点和挑战。事业上机遇与竞争并存，财运有稳定也有风险，情感需用心经营，健康要格外关注。五行命理又为属牛人的运势增添了一层独特的色彩。不同年份出生的属牛人，因其五行属性的差异，在性格和运势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这个清明节，属牛人务必重视扫墓的时间与方式，严格避免各种禁忌行为，同时不妨借助一些转运方法，为自己一整年的运势增添积极的能量。希望属牛的朋友们能够重视这些与清明节和自身运势相关的要点，
以积极的心态和行动去迎接2025年的生活。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关于运势的内容，欢迎关注、订阅我们，获取更多有趣且实用的运势相关资讯。让我们一起探索生活中的运势奥秘。